华国天才医学博士小乔将于今日回国，漂亮国真的放他离开吗？你真的要拒绝绿卡回到华国吗？祖国在召唤我。当年我们放走了钱老，今天绝不能放过他。好帅！太棒了，太厉害了！还好姐能文能武，还有随身的实验室空间。我想走，谁能拦得住？这样还扎不死你！你还没下轿就渴死！我的资本主义！老娘我干哪儿来了？韩小乔，你这个连前天都嫌弃的天煞孤星，今天克死3个汉子，还想嫁人？今天我就打死你这个灾星！我别以为你嫁个土匪就有靠山了，克死了我的小儿子，就要给他守寡，还要给我老婆子端洗脚水、倒屎尿盆子。你不要伤他，这是我娘家的新娘子，我的大嫂。我穿越了，这是原生的基因。真晦气，还没下轿就渴死。完了，新郎被杀了！刚订婚就把我儿子给克死了。韩小乔父亲3次嫁祸路上没赚到1分钱，还赔了个底调，只能将女儿大甩卖给山下村的恶霸梁胜义。封建之后真是吃人了，原主顶着莫须有的灾星帽子，被卖了4次，还被害死了，这也太惨了。老妖婆，我看该死的是你吧！这个小婊子，你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呀？我说，老娘收你来了。我的随身实验室空间果然还在。大嫂手里拿的是啥？正道的光，差点忘了，这是古代，不能让人发现我堪比短剧大女主的金手指。你个贱人！儿子，快点打死他！死要糊弄大嫂！我大哥年纪大了，要是失去了这个媳妇，可就真成老光棍了。儿子，你个小贱人，我今天跟你拼了！大嫂怎么比大哥更像恶霸啊？这个原主的身体素质真是不行。爷，去把他们俩拖进池塘里面喂蛤蟆去。哎，别拉我！反正韩家我是回不去了，倒是不如去会会这个恶霸梁胜义，让他知道知道谁才是爹。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，大嫂！你为什么骗大哥吃给猪用的生仔药？因为我偷了家里的银子，背着大哥娶了个新娘。我听说他俩人常在一起睡觉，10个月后新娘就会生仔。这钱花的值，大哥再也不用孤零零的了。新娘还挺漂亮呢，是韩家姑娘韩小乔。什么？你让一个灾星进门？咱爹死了，咱娘改嫁了，大哥又当爹又当妈的，你这是要害死他呀！新娘子来了！新娘子来了！大嫂果然生得像仙女一般，不过她这是怎么啦？瞧这半死不活样子，难怪韩家着急卖他。望春，大嫂只是身体有些不适，前面已经在村头大夫那里已经治过病了。你们赶紧过来，扶大嫂进去歇歇，快！我去把千大夫的钱还清啊！把
它放在被窝里行了吧？我们走。这么紧八爪鱼吗？肉质还挺紧。肉，我要水。会说话，我非得抓来提取它的 DNA 造福人类。原来水在这儿。什么情况？你想着谁啊你？你敢吸你姑奶奶的胸，你活腻歪了！谁吸你胸了？糟了，刚才是梦，我在找水，抓到了他的。你还好意思脸红是吧？不是，大哥，鸡汤快炖好了，大嫂一会儿就……大哥，大嫂的尿到地上了。大哥，大嫂，就我这恶霸的名声，这几个小崽子别是把人骗来的吧？吃饱东西好跑路。这家人就吃这种东西啊？别跑！谁给我娶的媳妇儿啊？是谁啊？是谁拿着家里面钱在替我娶媳妇儿？是谁拿着受宠配种的药祸害我的？原来是中春药了。家里这么穷，难怪中了药却只想着吃喝，一点别的欲望都没有。是我的主意。梁家就我鬼主意多，当然是我的主意。大哥，我就想你有个媳妇。你们呀，光知道人家长得好不好看，那你们有没有问过人家愿不愿意嫁？我这名声十里八乡的，谁不清楚啊？他都克死3个男人了，谁有他名声了？哼！以后不许再说克夫这样的混话，这2个字害死了多少无辜的女子。再说了，分明是那3个孬种自己命短，何故推到一个未过门的女子身上？他既然是第一个说错不在我的人，反正你们以后不许说他是丧门星，也不许说他克夫。大哥，他爹不要他了。我们赔给廖家的银子和东西，1个月之内得贴给我们，不然我告你个强占民女！你怎么不早说？为了娶她，家里已经没钱了，书记还要再搭这么多钱，果然是来害大哥的！我现在就赶他走！明天你敢去，我就抢走你最宝贝的书！大哥，大嫂现在已经无处可去，你就把大嫂留下来吧。这是刚炖的鸡汤，快给他送去吧。走了。好歹吃口好的再走。这么想赶我走啊？也是，你们家这么穷，应该没有我的口粮。不，我没有想要赶你走的，你放心，我会努力做工的。虽然不能让你顿顿白米精面，但是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绝对不会饿着你的。你就这么想要我当你媳妇儿？不，其实我知道，你留下来也是因为无家可归。我可以对外人说，我不能人道。若你碰上喜欢的人，我以哥哥的身份送你出家。
这是什么男菩萨说好的恶霸呢？长腿翘臀丰腰，鼻子挺翘丰隆，以我的专业医学水平判断，这样的男人要是不能人道，世上就没有行的男人了。你笑什么？笑你傻！你看我好看吗？大家都说你生的跟个俏花似的。我不这么觉得。我觉得比花还俏些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你比花还俏些。那倒是自然。那你想让我留下吗？你想让我留下吗？你若留下，我一定不欺负你。平日里，我跟老二去打猎、干杂工，去养活家里面；老三呢，就收拾收拾家务活。你若进门，家就给你来当。哦，活事不用你来干的，我们挣的钱都给你。哦，对了，那几个小子要是不听话的话，你尽管揍他们。妥，冲着他这长腿翘臀丰腰，不是，冲着他这表里不一的好心肠和既当爹又当妈的责任感，我必须得留下来。怎么了？是汤，记得喝汤。你跑什么？跑什么？太热了，不跑怎么行？今天上码头领完工钱，就给韩家送去。大哥这就走了，大嫂铁定不愿意跟他。都怪咱家太穷了。终于有时间去我的空间里看一看。哇，我几经改良的医学实验室，我切病灶切的比切水果还快的手术刀，20亿一滴的基因药水，我想死你们了！克隆鸡，克隆鸡，大嫂，饿死鬼投胎式一只鸡，总共2条腿，他一口全缩了。大嫂，是不是不够吃？锅里还有呢，都给你。给，这个给你们吃。大嫂，我跟大哥赚的钱够养全家，你别走好吗？大嫂，我吃的很少的，而且我会养鸡，养大了还杀给你吃。你们俩真糊涂！求你了，别走好吗？我不走，至少现在不走。你要是真怕我克死你哥，等我帮你们清了韩家的债，你们也不想看见韩大壮告你哥强占民女吧？你最好说话算话。大嫂，你别理他，他就是嘴硬。你既然愿意先留下来，那就赶紧把这锅汤吃了吧。让我吃独食啊？你想撑死我啊？你看，哇！哇！1、2、3，这是6个腿。小妹，你还没学会数数呢，让二哥来。1、2、3，来，老三，要不还是你来数吧。这就是6条鸡腿。小妹，你养的鸡到底有几条腿啊？鸡啊！
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！哇！哼，我可没养过8条腿的鸡呢。大嫂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你看，蜈蚣千足，8条腿的鸡怎么啦？长嫂如母，你们要是不听我的话，那我走了算了。大嫂，我们听。那就过来吃，一人2个，别那么多问题。下回我可不能这样帮罗青受旨了，被当成妖女一把火烧了可怎么办？来吃。都说大嫂是嘉兴，我看她分明是祥瑞。是豪杰。是。哼，大嫂，你要去哪儿？当然是去帮你哥清了取我的债。昨天我胖揍了廖家那对母子，今天他们必然去韩家找麻烦。我刚好找廖家讨回韩家的钱和东西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行杀杨胜义干。今天在码头领了上个月的工钱，得尽快给韩家送去。韩大壮，你家扫门星不光克死了我小儿子，还打伤了我大儿子，赔钱！那个贱货是梁家的，你有能耐和那个梁胜义那个欧巴去斗啊！梁家婆子，你们日日上门，早就把我们韩家搬空了。你小儿子是病死的，怎么还赖上我女儿了？他手无缚鸡之力，又怎会动手伤人？你可别太贪得无厌了！胡说！还不承认是吧？我这就把他腿打断，我就不信他能看着他爹满地跑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找他去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还不滚回你夫家！廖家这对渣子果然在此。你这个小贱人也来送人头了？我今天就让你们一家3口整整齐齐的一起上路。你傻呀？还有卖的，找活的。是啊，把他抓回去，晚上给我2弟守寡，白天伺候我。我这就把他衣服都扒光，我看看梁胜义还要不要他。我手断了，你这个贱人！守活寡，伺候你？你家里没有镜子，总有尿吧？我问你啊，你看看你们家门口挂的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也没挂呀。哎，答对了。今天我就把你这身皮扒了，做一个人皮灯笼挂上去。小贱人，放开我儿！我跟你拼了！要跟谁拼了？这恶霸拿的是护妻人设呢。姐姐我一生行善积德，这样的9头身男模就该是我拥有的。现在就该算一下总账了吧？我娘身上的那些脚印子是谁踩的？不说是吧？我来。你不说，挨揍；他不说，你也挨揍。我说，是我娘踩的。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怎么全在我身上了？还趁的时候我见你这样。分钱，看来此事另有一情。娘，你将廖家从咱们家抢走的那些钱和东西都做一个清单给我，我现在就去廖家拿回来。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，从此梁家就不欠韩家什么东西了。咱们可不能像有的跪在地上的人一样贪得无厌。知道了，
原来他是为了帮我还债。那我现在就去廖家拿回所有属于我的东西，顺便搞清楚廖大儿说的那些分钱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一起去。走。走。好家伙，这驴车、木具、农架都是从我们韩家抢过来的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定是我的老婆子和好大儿把人弄来了。你这张脸，一准卖个高价。要卖我，难怪廖大儿说什么分钱。我问你，除了院子里的这些，你把我们韩家抢来的银子都藏哪儿了？还有，你要把我卖给谁呀？哼，你这丧门星还敢造反！来人呐！老东西，你还敢叫？你的老太婆和好大儿都在我们家扛把子，你叫啊，就算叫破喉咙，没有人会理你。你杀了我也，我藏的东西谁也找不着。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小乔，韩家的银子找着了。不可能！哎呀，不炸你一下，还不知道你把银子藏在树下面。哎，廖家人如此奸诈，咱就这样进去，能找到他藏起来的银子吗？不必担心，那你我打配合。拿来防身，会用吗？哇，对付流氓还得像你这种专业的恶霸。其实你也不赖。你俩当我死了吧？这3两碎银子是我韩家的，这20两。旱涝3年，你们廖家就这几亩地，个个好吃懒做，哪来这么厚的家底？你这张脸，一准卖个高价。这个钱是卖我给你的吧？这对恶霸！我找，是张老爷看上你这张脸，他才让你去他的酒肆里办笑。张老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县太爷的小舅子，作威作福惯了，前几年还强占了几亩良田，被我领着人打得他屁滚尿流。县太爷为了他的官帽，把他的过错给取消，说我什么恃忍斗狠，把恶霸的屎盆子扣我头上。原来他的坏名声是替乡亲们挡灾换来的。你给我看清楚了，这就是张太爷和你廖家勾结拐卖妇女文书。那又如何？这两个一无所有的玩意儿，能奈我何？我们可不是一无所有啊！我们两个背负着巨债，杀人放火的，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今日我来，就是来拿走我韩家的一切。这20两银子既然是买我的，那就该是我的，我会一并拿走。你若不愿，我就把这封认罪书扯着嗓子拿到县衙跟前那么一读，你猜县令老婆听见以后，会不会为了他的官帽杀了你，替他的小舅子顶罪？
你这个三星，你比梁胜义还像恶霸！谢了，今天就把你的老婆和你的好大儿给你完完整整的送回来，让你们一家3口团聚。哎呀！走了。哎呦，往日里横着走的廖家，今天也被抄家了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乡亲们，平时廖家也没少抢占你们的东西吧？想拿回自家东西的，赶紧过了这村没这店了啊！你站好，走。给我一个！看你去！我这个，这个，来，我拿这个来。门板不能拿呀！哎呀，帮我一下，小火棍留一根呐！别拿呀！齐了，我家的赔钱货总算是也能拿东西回来。咱俩的债彻底的就两清了，你把小乔带走，以后就没必要再来了。嘿嘿。在原生的记忆里，父亲动辄对他母亲羞辱打骂，他母亲留在这个家全是为了女儿。娘，这20两银子，你拿着。这么多，不行，还是你拿着。哎呀，你别跟我推了，再推我爹看见咱俩捞不着。听我说，娘，听我跟你说，女儿已经长大了，以后应该也不会回这个家。你就拿着这些钱，一个人好好的生活，离开我爹。后半生就别再受我爹的委屈了。我替原生报了仇，更解决了梁家的债务。接下来有我和空间在，定能把梁家的苦日子熬成甜的。我的肾啊，只有野菜糊糊咋熬成甜的嘛？大侠，这碗宝贝才是你的呢。就我一个人有啊？他们3个都是男的，不吃红糖鸡蛋。哼，那你呢？我还小，不需要。和你不一样，你得好好补补身子呢。上回杀鸡，这回炖蛋，这家人待我太实诚了。再这么下去，非得排队把自己洗干净摆到我碗里。站着干什么？来，坐下来，吃饭了，来，坐。哎，不是这野菜糊糊看着就清爽，我可不爱吃红糖鸡蛋这么腻的东西。纯天然无污染，现代社会可不好找呢。这个东西，你们3个半大小孩先紧着自己吃吧。少在这里假惺惺的，你不是说替我哥还完债就走吗？怎么还赖在这儿？是我不让他走的，以后他就是你们唯一的大嫂。我上外头寻摸吃的去。不是啊，忘川，没事的，大侠，忘川可会寻摸吃的了，甭担心他。我赶紧去看看。这野菜糊糊哪里填得饱肚子？我得赶紧想办法让大家都吃饱。鸡圈是空的，米缸也是见底的。唉，早知道多看点穿越剧，里面那些金手指的女主是怎么应付一些画面的来着？忘川，这是怎么了？还是我来说吧，大哥，3点半回出去找了块土豆吃，可不知怎么刚咬一口，就像吞了一把针。土豆？不对，他应该是误食了鬼域。啊，鬼域？那赶紧给3点灌黄汤啊！
黄汤是我想的那个东西吗？我同你一道去准备。走。鬼玉是什么呀？人参好像没吃过这东西。夏夏，你这么聪明，肯定没有误食过鬼玉吧？那当然，听说那东西咬下去跟吞针似的，还有一股鱼鳞腥气，我才不会吃呢。吞针腥气，又能和土豆弄混，是魔芋。原来这个朝代的人把魔芋叫做鬼芋，对付魔芋，黄汤可不好使。夏夏，我去就回啊。大哥小妹，快帮着他！不要！张大嘴巴，不然嫂子身上可臭了。嫂子人家可臭了，人救我！等一下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夏夏，帮我拿一下，把这个喝了，当标咽下去。我就算臭死、毒死，也不和你一口东西。行啊，咱感情好，来给他喝黄汤吧。我还没见过这场面呢，让我看一看拿小刀挠你嘎吱窝是什么样子。来，喝黄汤，给他喝。我还没见过呢。哎，准备过来。来，别动啊！什么？我想大的。来。现在感觉怎么样了？感觉好多了，但是舌头还是刺。夏夏，来，把这个喝了，别咽下去，漱漱口就行了啊。现在怎么样了？哎，舌头不疼了。小乔，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么神奇的法子？我娘教给我的。谢谢大嫂啊！哎呦，你还会喊我大嫂呢？以后可当心点，别摸黑再找东西吃了，听见没？知道了。王川，你看，你二哥那黄汤都举了好长时间了，你不试一试？不用了。哎，别跑！哎，别跑！慢点儿，站住！注意安全，你们啊！给我站住！我想到让大家填饱肚子的办法。魔芋确实有毒，但咱这水平处理起来不是小菜一碟。我还能用空间里的试剂验毒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我明天打算和夏夏上山挖点野菜。好，那你们注意安全。正好季节也到了，我明天打算跟老二上山挖些药材，我想卖些钱财回来，约莫3天左右吧。啊，就剩这些了，可能不是很多，就都拿着吧。行，那你们要当心。好。汉老3年，野菜一长出来就被人挖光了。盛义和望东日日辛苦赚钱，只能让全家勉强填饱肚子，没有余粮，他们从前过冬得有多难啊！啊，夏夏，你看这个土疙瘩。大嫂，那是鬼鱼啊，你别靠近它了。我娘教给过一个办法，她说可以让鬼玉变得不仅没毒，还很好吃呢。吃？昨晚3哥吃了一口，差点没灌大粪。你不相信大嫂？大嫂会坑你啊！来，把瓷的给来。大嫂似乎真想吃，她把好吃的都让给我们，一定是饿疯了。啊！愣着干什么呀？把篮子给我也拿过来。好。你去那边看一眼。高温蒸煮可以破坏魔芋扎嘴的真菌结构，用碱性的草木灰水泡上3天，可以大幅降低毒素，再磨上浆滤掉渣，就能彻底去除毒素，取湿淀粉的部分就能食用了。
绝不让大嫂吃鬼鱼。夏夏平时最听我的话，她都不相信鬼鱼能吃，我要如何说服其他人呢？有了！见鬼了！忘川、夏夏，我那坛鬼鱼呢？你们看见了吗？不见了。没有。鬼鱼？没有。唉，还好你大哥给我留了这几个铜板，咱还能买豆腐吃。豆腐好，只要不是鬼鱼，嫂子做啥我都吃。这猪肉真够贵的，还是板油便宜，只要4文钱。我昨晚趁他们睡着时，就把这魔芋湿淀粉准备好了。小妹，这豆腐的颜色有点奇怪。大嫂做的一定没问题。得把它们吃开。你们俩拿着这个去那边吃去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没有变色，果然没毒，我就知道，我小乔干一行行一行，一行行，行行行。这下大家的肚子有福了。哇，这好像镇上关老爷吃的大肉。好吃，味道也很像大肉，还比肉还咬嘞。大嫂，这是用什么做的？诡异了啊！我明明把鬼鱼藏起来了。不是，对不起，大嫂，我只是怕你中毒。大嫂会解毒，夏夏不会。大嫂要是中毒了，夏夏会失去大嫂的。夏夏别担心，你看啊，万春已经吃了好一会儿了，你嘴麻吗？不麻呀。嗓子辣不辣？不辣呀。肚子难受吗？不疼啊。大嫂，这鬼鱼真的能吃？大哥，天大的好消息！以后咱们家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哎，你们也尝尝。我这是挺香的，但我怕3弟吃进过灌黄汤。大哥，难道你也不相信大嫂吗？我信。太香了，跟吃肉一样。哎，我刚刚咬舌头了都。哎呦，这大嫂你太厉害了！大嫂就是咱家的大福星。那明后天啊，我们就都去山上去摘些鬼玉回来，再按照你们大嫂的法子磨制成粉，储存起来，方便过冬。好啊。另外，我在想，这年景太难了，我们把自家的鬼玉挖够之后，就告诉村长制作鬼玉的法子，让村长再交给乡亲们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那这件事就让我去弄吧。今年冬水又涨了1成，有了鬼玉在的话，至少过冬不会饿死啊。我本可以靠这个法子挣钱，如今白送出去，
就得再想想别的营生。攒了好多想买的东西，就是没攒上钱。何况东顺又是女长，家里还有3个孩子呢。韩小强，这是你丧门星，你赶紧给我滚出来！病这么重，太惨了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！鬼玉的吃法就是他教给乡长的，乡长才教给咱们的。吕老汉一家是最先吃的，吃完他就躺到这儿了。乡亲们呐，他这是存心要害人呐！咱们把他抓起来，赶紧去送官。爸，我活了这些年，还从没听说过鬼玉能吃。现在就送官。这法子是我告诉乡长，谁要巡视，冲我来。这法子是我告诉乡长，谁要巡视，冲我来。而且，这鬼鱼我们梁家已经吃了好几顿了，确定没毒才跟乡长说的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他明知道这些人奈何不了我，还是挡在我面前。你确定吕老汉这样是吃鬼玉吃的？不知道啊。乡里乡亲的，人家想害咱们，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。你们2个墙头草，人家放个屁，你俩就倒啊！啊，他说没毒就没毒啊，他说屎不臭，你俩是不是还要尝尝咸淡呢？吕婶，你们家处理鬼玉的时候，是不是先带皮蒸熟，然后切块泡造回水，过了3天才磨成粉啊？是啊，我一步也没省。其实我也吃了一块，一点都不麻。哎呀，可是他这……你还笑？大伙快拦着他，他要对吕老汉动手！好多了，大娘，别对小乔妹子动手了，是我家老婆子做的猪油鬼玉炖野菜，太香了，我连吃了3大碗，这都吃撑了，喘不上气儿了。小乔妹子这咽，这气儿一通啊，好多了。这咋不早说嘞？就是，憋得说不出口呀。哎呀，就是你这个馋嘴的老东西，差点害了好人。啊，小乔，生意真对不住，太对不住了。你们本可以拿着这保命的法子卖钱，反而却好心交给了我们大家，我们反倒冤枉了你们。是我们不对，大家一场误会，解开就好了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。我有一个事儿忘记跟大家说啊，这个鬼玉啊，它虽然好吃，但是不能吃多了，因为它特别能吸水。方才我按的那个位置啊，是足3里，大家如果吃多了，端啊跑得快。多亏我中西医都精通。圣意媳妇儿懂得可真多呀！小乔妹子是咱们村里大福星啊！就是，真是在村里大福星。来的路上你们还说人家是丧门星呢，你们可真是！来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小乔妹子，快开门！找茬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来一个我打一个，来2个我打1双。走，我打1双。没点心意，别嫌弃啊！别嫌弃啊！生意，大伙是来道歉的。道歉呢？啊，你看，猪油、香料、芝麻。哎，我找到挣钱的办法了。哼。新鲜出炉！哇，大嫂，你这是又做了啥好吃的呀？尝尝就知道了。辣、鲜、香，哎，好吃哎！你们仨也都尝尝。好吃。大嫂，这什么做的？你猜。豆干不像，肉干吃不起，是什么呢？辣的爽，难道这是用鬼玉做的？真聪明，它的名字就叫鬼玉爽。鬼玉爽和现代的魔芋爽有7成像了。好吃是好吃，可惜咱家的条件也不能总吃零嘴吧。你说的对，
所以我明天就打算把它拿到镇上去卖。那感情好，这鬼玉爽肯定能大卖。小妹，别给他草压力。大嫂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这年头大家手里紧，平日里我和大哥打的猎物挖的草药不太好卖。我知道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大家才愿意买点便宜的小零嘴解馋呢。这就是现代人说的口红效应。这听着是挺有道理的。小乔，你是打算明早就把这些拿去卖吗？好，老二，吕婶家应该还有富裕的车，你装些鬼玉爽给他们送过去，这样借一辆空闲的车回来。哎，等等，再问他们家借一点桌椅板凳，他们欠我人情，肯定会借的。谢谢。好嘞。老三、潘夏，你们明天就一块协助大嫂，听到了吗？好。明日我和老二一收工过去帮你。想得真周全，男人穷点没事，关键是眼里有活，知道疼人呢。差点忘了，怎么了？家里还剩下一些可以打包用的油纸，我给拿过来。这鬼玉爽的味道层次比现代的魔芋爽还差一些。如果我用空间里的纳米研磨机来加工香料，定能改良。今晚等大家都睡下了，我嘿嘿。好香啊！王晨、潘夏，先别忙活了，过来拿点吃的。不了，大嫂，咱都留着卖。怎么闻着比昨天的更香？可能桶大。对了，大嫂，你准备卖多少钱啊？我想过了，这鬼玉没有成本，调料价格也不高。旁边那肉饼也就8文钱一份，我看着能填个半饱。我看了，就撒了一点子肉末，咱们先卖4文钱一份试试。镇上人肯定买得起。知道。哎，你们新来的吧？这卖的什么呀？这是个零嘴儿。这年头大家手紧，我这8文钱的肉饼也不是谁都买得起的。就这行情，谁买零嘴儿啊？真嘲笑！咋这么香嘞？哎呀，哎，老板，你这东西的香气咋直接往人鼻子里钻？是啊，这叫啥呀？咋没见过嘞？我这个呀叫鬼玉爽。鬼玉这东西倒找钱都没人要，你还想用它卖钱？是啊，这东西可有毒，千伤到这嘴。原本以为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，没成想是个脑壳带包的呀！你说谁脑壳有包？各位乡亲们，是这样的，这个鬼玉呢，它确实是有毒的，但是经过我特殊处理之后，不仅没毒，而且还吃着很香呢。我们整个村的人都吃上了，不信的话，你们打听打听。小强妹子，你这儿摆摊呢？吕大爷，来尝尝。他还真吃了，有什么不敢吃啊？我们全村人都吃上了。我敢用性命给小强妹子打包票。好吃吧？又大又香，真没事儿。比咱上回炖的更好吃。好吃，好像真能吃。他们俩吃的可香了。乡亲们，我这个鬼玉爽无毒、好吃又便宜。如今呢，旱涝年紧，日子紧，咱可不能亏了自己这张嘴啊！4文钱一份，吃不了吃亏，吃不了上当，值当。那给我来个小份的吧，4文钱，我放这儿了。好嘞，哎，给。比肉香，价格还没零头多呢。这4文钱啊，真值。那我也尝尝。哎，我也来一份。给我也来一份。我也来一份。我有一份。给我一袋子都有啊！不好吃不要钱。钱。 4文钱一
一份，排队不要抢，我也来一份。我来一份，我来一份，我来一份。4文钱一份，排队不要抢，我也来一份。4文钱一份，排队不要抢。这肉饼里也没啥肉，要不咱们去尝尝那个？他们那个人不是说有肉味吗？哎呦，4块钱买不了吃亏，咱买不了上当。走。哎呦，我也来。给我来2份，好嘞，谢谢啊。我也来一份。老婆也来2份。闻着真香，是我吃不了辣。我也是，想吃又怕辣。有不辣的，我就是忘带了，我明天肯定带过来。你明天再过来。明天还在这摆摊吗？往后我们日日都在这儿了。那太好了，走吧。得罪了。还有吗，老板？没有了，你明日再过来吧，我给你多打包一些。好。说啥？请你们尝尝。哼，大嫂，他说话那么难听，你怎么还上赶着？和气生财嘛，你以为我不想活动筋骨啊？说，您收下吧。谢谢啊，大妹子。你看，咱们2家一起摆摊是缘分嘛，和气生财。如果我们的生意好，那也望你们呀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是。快！小乔、潘夏、望春。大哥二哥，你们收工了，这是今天挣的钱，沉甸甸的呢。咱家现在的钱啊，以后交给你们大嫂就成。花海一幅笑颜，对影一壶。大嫂，你才第1天把它就全卖光了，比我和大哥厉害多了。站一天脚疼了吧？要不咱们先回家吧？啊不，你们先回吧，我还要去一趟集市，家里除了鬼玉什么都不剩了，我还要研究新口味呢。晚点我从吕婶家的时候回来，他们家到处送货，回村可晚了。这样，老二，你带着2个小子先回家。啊，好，快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哎，这个看起来挺好的，老板给我来一些吧。辛苦啊，看。回见您。老板，扣起来。天风万叠块多一双，那就是我全部手。你看那怎么样？这个多少钱？好了，你说的满堂盛宴不如4万吧。来杯茶水。3个啊。排几个当然了，孩子们肯定喜欢。累死我了。守住寂寞，有演讲足够有主张，这都成我所有信仰。请告诉我，如果爱情像稻菜一样，含蓄多少年该放几两？什么邂逅才加进真心的煎熬，才能甘甜就成？有没有配方？也得多吃。是心愿，我的爱情像做菜一样。我们先把鬼鱼豆腐做好，切成丝，大嫂回来只用凉拌就好了，还能省不少事。没错。大嫂站了1天了，好辛苦啊！我心疼他们累了1天，想让他们早些回来歇息。我本是另一个世界来的孤魂，却和他们过成了真正的家人。这份互相心疼、彼此帮衬的热乎劲儿，比我的空间更像金手指。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。大哥大嫂，谢谢大嫂，谢谢大嫂，谢谢大嫂。回家回去了。还剩一个，是你自己吃吗？你进来啊！我们第1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不是就摸？我是说脚，这有什么不能看的？这个给你的，还有我的呀。那个，要不让我来调吧？我有经验，之前家里人脚掌磨出泡，都是我来调的。唯心之所向年岁，煮一根朝露，映明月星辉。
冬雪纷飞，春风同醉，人有时情话已相随。世间春花秋月千红百媚，与你相遇是最大的欣慰。看万家灯火，烛影幽微，有一盏情感我会。你们在偷吃啊？一会儿再吃啊，咱别把最重要的事情忘了。数钱呐！1、2、3、4。1、2、5、6，6串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。这一罐钱呢是50文，我们现在有6罐，那就是300。去掉买猪油的30文，买糖的30文，哦，还有买麻酱和小料的，总共18文，我们现在还有242文。再去掉给吕婶家的30文，毕竟我们用了他们家小推车，如果第一次舔着脸借也就借了，1个月一直要借的话，就有点伤和气了。租金给他30文，就当是1个月的。再去掉这30文，我们现在总共有212文。我这在码头扛大包，一天65文，这织一匹布也才卖40文，没想到这钱竟然抵得上他们的总共收入了。家不是大小，谁能想到人人害怕的鬼域，不光能填饱肚子，还这么值钱。给，这个是给你们3个的零花钱。谢谢大嫂。嘿，2哥、3哥，咱们想发财啦！哎，你这是要忙过去了？脚不疼吗？不疼，钱能止痛。而且我想着明天要去找一个好的摊位，这样人流量更大。我们到时候有一个新的小料，既有创新又不辣，应该有很多人都会喜欢。麻酱味，对，就是麻酱。哎，常用，这跟现代的麻酱毛肚似的，很受欢迎。你说话还真算话，真有不辣的呀！我来一份尝尝，4文给姐妹，您尝尝啊，看看怎么样？给。你们可算来了，昨天家里人就说我买少了，辣的给我2份。好，您稍等。有这么好吃吗？辣的特好吃啊，赛过吃肉。至于不辣的那个，不辣的嘛，不辣的嘛也好吃，像毛肚，又香又有嚼劲，不错。辣的不辣的都给我来1份，一个一个来，不着急啊。这鬼芋爽太开胃了，越吃越饿。哎，老板，给我来个肉饼。肉饼啊，赶紧的，没长耳的，快去！好，马上。这又解馋又顶饱，美呀！老板，给我也来1份。哎，都有，多包点葱啊。好嘞。给我来1份。哎，我也要一个。这麻酱是从我家买的吗？味道不错。您是麻酱店的老板吧？可不，还是您家的麻酱好，味又香又纯。我家祖辈辈都是卖麻酱的，像这种吃法倒是第一次见。好吃再来啊！好。大侠，你说他是不是也想卖鬼芋爽啊？那可不，你看那儿，还有那儿。那可怎么办？咱的营生是不是做到头了？大嫂，咱们今天多了一个口味，但是一上午就卖完了。大妹子，都冲着我这我看看，大妹子吃肉饼，刚烙好的。谢谢。放了这么多肉末啊！这是单独给你们做的，多亏你们，我们的生意比往常好了5成。对，那也是因为您的肉饼做得好呀，真香。大妹子，对不住啊，是我太小心眼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们2家相处的都好，往后啊和气生财。哎呀，您言重了，我们才是新来的，往后还得麻烦您多照顾呢。我们就住在这镇上，每次都来的比较早，往后我们一到就帮你们把摊位都给占上。
真是太好了！我昨天晚上还说他沾不上这摊位呢，真是谢谢你们了。哎，谢谢啥？都是街坊的。对呀，都是对街坊。那我们先收摊了啊。哎，那我们也收了。好，回见啊。开会啦！来啦！哎，这饼里竟然放了这么多的肉，这样的好东西，以前过年都难吃上。小乔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来，趁热吃。来，你二哥呢？谁知道呢？他最近神出鬼没的，还总往池塘那儿跑，都没见他钓鱼。池塘那儿住的不是杨婶一家吗？他家的招娣年方28，我见过，是个规矩又可人的。说不定他是在钓大鱼，得费些功夫呢。大鱼好吃啊，难怪二哥这么上头。你的意思是不是老二有喜欢的姑娘了？老二确实到了相看媳妇儿的年纪，如今家里挣钱了，明儿你就在家里院子里盖间新房，咱们攒些彩礼啊。好，来，拿好了，哎，谢谢。队长，哎，好，娘，您看这个，谢谢啊，大妹子，不好了。那家我尝了，这口味啊，只有你们家5成好。他们家还卖3文钱，还买2送1。我听说东头还有2家卖的价格还只有2文钱了。大嫂，他们不舍得放油，不舍得放料，比大嫂做的差远了，难怪卖那么便宜。大嫂，咱们也降价，绝对不让他们抢生意。打价格战，咱们只会死得更惨。我们用的油是正经猪油，料是新鲜好料，成本比他们高许多呢。啊，大嫂，我们挣钱的好日子是不是要过到头了？潘夏别慌，这鬼域手本来也不是个长期营生。说到底，这鬼域人人都能挖，山上都快被挖空了。而且做鬼域的法子我也都教给了大家，无非就是哪家做的更好吃一些。等到整条街都跟风的时候，我们早就换别的营生做了，怕啥？哎呀，难怪你不着急呢。大嫂，你是不是想喊下一个营生？收摊。盖的新屋你看了吗？还有啥要改的不？看了，你设计的真不错，南北通透，还不穿风，设计的真好。那就这。老二和招娣都是老实人，也不知道相处的如何。这个月啊，咱们卖鬼域，总共挣了20两。20两，恐怕村长家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。咱家个把月前还吃野菜糊糊呢，现在就比村长富裕。大嫂，您的手就跟金子做的，咋能挣那么多钱呢？我的手啊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是书中自有黄金屋。我出嫁之前也是跟着我娘亲看了不少书呢。读书？我们这次的钱，除掉修新屋的5两，除掉给老二的彩礼5两，还有下个月的生意本钱也是5两。再拨5两出来，送望春去镇上最好的学校读书。你老是看百家姓也不是个事儿，咱们得学点真本事啊！5两呀，太多了，我不能拿嫂子的血汗钱去补课，我不去。那就当是我借你的，等你将来升了官发了大财，再让我过好日子。难不成你还想让我一直摆摊儿？那也太苦了。我一定好好读书，为未来报答您和全家。这还差不多，也别说啥报答不报答。我跟你说，咱们是一家人。
韩小乔、梁胜义，你们家老二是没见过女人咋的？下雨天不是背上我闺女就往小树林跑，我呸！也不怕蚂蟥多把她给吸干。哼，这让我闺女以后可怎么嫁人？我不管，你们老梁家必须得负责。钻小树林，钻小树林，哼，走。方才我还说老二和招娣是老实人，老实人竟说我自己。嫂子，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是招娣晚来叫我才背她的。翻小树林，就为了方便送她回家，可刚出小树林就被逮住了。嘿，我姐崴脚还不是为了见你这个姘头？男未婚，女未嫁，怎么就成姘头了？你还敢点头？杨婶儿，石头弟，我让圣义已经把门关上了。今天的这个事儿一定不会传出去的，我们一定会保全招娣姑娘的名声。要不然，您看这俩孩子情谊也是真的，就做个主，把他们的亲事给定了。情谊？什么情谊？情谊个屁！情谊是能下饭的，还是能管饱啊？过媒人了吗？给彩礼了吗？怎么，你们梁家想空手套白狼啊？感情是来卖女儿了，也是，都娶用招娣了，可不得榨干她最后一滴血吗？行，那今儿我们梁家就做个表率，按照村里面的规矩，这彩礼是5两，我们给7两。而且招娣姑娘只要一过来，就可以住我们的新屋，可好？只要有我们梁家一口热汤匙，就不会让招娣姑娘吃半口冷粥。7两，住新屋。娘，爹，全村姑娘出嫁都没这么好的条件。你闭嘴吧！你闭嘴吧！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谁不知道你韩小乔本事大，带着全村的人吃上了鬼玉，又靠着他发了大财，7两咋的？打发要饭的呢？那这饭您不想吃，我不介意把碗给砸了。起早贪黑挣的是辛苦钱，不是没瞒他要价的借口。对不起，招娣，我不能。你们2位今日前来，说到底就是想让家里得一些实在的好处。可是买卖讲究双方都能接受，看样子你们是知道我们梁家的家底，那就说个数吧，别来虚的。10两。出去盖屋的5两，老三读书的5两，刚好还剩10两。这里面有你下一个生意的本钱啊！再挣就是，别让俩孩子为难。成了。10两。除了这10两，还要给我盖一间屋。我姐那个赔钱货，嫁过来都能住在新屋里。我这个金贵的，凭什么要跟爹娘挤在那漏风的破房子里？什么？我这间屋顶要铺新瓦，炕要睡2人的，这窗户纸够了！娶个媳妇儿讨价还价的，不嫁这穷鬼人家了。你若逼我嫁，我就把脸还了。到时候谁愿意出彩礼？别呀！招娣，别伤害自己。招娣！哎，娘，不好了，娘！大姐和梁望东的事儿传开了，我一上午找仨媒人，一听我姐的名儿就直摇头，还问我跟人钻小树林的事儿是真是假？你这回可真是成赔钱货了。这老梁家可真是黑心肝，说好了保密，这才到1天，就传得满村都知道了。早知道就拿了，那10两都够娶俩媳妇了，不比你现在干的眼强。哎呀，娘，我现在找过去，人家梁家能给5两就不错了。哎呀，5两，剩下的钱就这些了。没了，反正也嫁不出去了，
要不就凭啥？他在咱家白吃白喝16年呢？不白吃白喝，咱家地里种的，嘴里吃的，身上穿的，哪样不是你姐操持的？那更不能便宜他们梁家了。哎，钱当真投进这营生里了？对啊，啊，嘿嘿嘿嘿嘿嘿。那我就要你韩小乔的营生。啊，哎，跟你们商量好了，这营生转让给我，招娣就跟你们梁家再挖个。爹，梁家已经身无分文了，你要再把鬼玉爽这1本万利的银山拿走，我嫁进来喝西北风啊！关我屁事儿！我告诉你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就算你以后饿死、穷死，也不能回娘家。退给你打！你别听你弟的。哎呀，这回可发财了！娘，咱们现在就去后山挖鬼玉，你赶紧学着点儿。明早就去镇上卖。我，哎，走走走走。哎呦！大嫂，多亏了你。招娣，招娣，醒醒！我还活着。哎，小乔姐，我又不嫁望东哥，你管我死活做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护着梁家，故意搅浑情事的。其实我都知道，你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护着梁家，连望东那个实心眼都看出来了。每天天还没亮就跑到镇上去卖鬼玉，还说什么都怪自己没本事，咱们够要取你的钱。不怪望东哥，你们梁家都是实诚人，偏偏摊上我们家这样的无底洞。也不怪你。这样，这10两银子你拿着，我们安排好了马车，你和望东去找我娘。你娘其实是人参的娘，她听了我的劝，与丈夫和离了，如今自在又清闲。其实我本来应该是同你来商量的，但是你连死都不怕，那私奔这种事儿更是不在话下了吧？不，我不能让望东哥为了我放弃这么好的家人。梁家为何不把我和他的事宣扬出去，把我的名声搞臭？这样，我的家人就不能漫天要价了。这种损招你以为我没想过啊？我以前就是背上了一个克夫灾星的名头，才让那些村里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，戳断了我的脊梁骨。我自己淋过雨，怎么能撕烂你的伞？大嫂，我也算是死过一回的人，以后只要能嫁进梁家，只要能跟你们在一起，我不怕淋雨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原来如此，老二，招娣为了你可以连名节都不要，你若敢辜负了她，我第一个打断你的腿，把你挂在房梁上。大哥，你怪吓人的，我不会辜负招娣的，就是嫂子对不起你了，让你那鬼玉爽的营生被白白夺了去。是啊，大嫂，以后我一定少吃饭，多干活，补偿你。哎呀，不用，吃亏可不是我小乔的作风。当他们去挖鬼玉的时候，就会发现，娘，这满山的鬼玉怎么全挖空了？前阵子乡亲们都在挖，你说有毒不让碰，现在好了。哎呀，都怪我，这事都赶不上热乎。哎呀，就算好不容易他们做出来了，那也
我盖新房娶媳妇的钱来了，哈哈哈！谁要2文？1文钱就1文钱。你们满大街都是卖这玩意儿的，那家卖2文，那家卖1文，咱们要是卖这个价，连饭钱都收不回呀！哟，这味儿还挺正宗的。可惜呀，这乔妹子早说了，这点毛早就被拔光了。这满大街呀都是做这个的，这营生做不成。哎，他转给了一个大冤种，说那脑子屎壳郎见了都得退。哎，快别说了，咋了？小乔妹子现在到底做啥正经事儿呢？我看她前段时间收工的时候，到处收旧木材、稻草，在临走的时候还提溜了一些小鸡苗呢。今日这鸡棚定能完工，咱们挣大钱的好日子就要来了！咱们挣大钱的好日子就要来了！哎呦，这草真干净，这梯子真结实，这鸡真不像呀。脚没崴到吧？没有，我就是绊了一跤。这地真不平。我评一下这块。大伙儿今天搭这个鸡棚都辛苦了，我去镇上割了肉，待会儿我们炖肉炒鸡蛋吃，给大伙儿吃个硬的，好好补补。肉、鸡蛋，大嫂，我去拔。哎呀，我们一起拔。我们把肉先泡起来去腥。来，再来点啊！我也要。一点点。来，2弟，招弟，哎，站着干什么？来，坐。你媳妇在这站着，你坐着，给我站起来。招弟，快坐下。别拘束，我们家没有那些破规矩。招娣这个名字听着就堵心，要不然我们换一个吧。我其实也不喜欢这个名字，都听大嫂的。我们家已经有春夏冬了，要不然你就叫秋收吧。秋日丰收，苦尽甘来，怎么样？秋收这个名字好，嫁进良家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往后没有招娣，只有秋收。大嫂养鸡，开启新营生，加上2嫂进门，真是双喜临门。这书啊，真没白读，这话说的一气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让小鸡快点长大。好。潘夏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小鸡死了。潘夏，小鸡死了，只剩一公一母了。我刚才喂它们时，忽然倒了一片，跟羊身上之前大鸡问的那些鸡一模一样。本想今日就给鸡注射疫苗，没想到气温来得这么快，幸好损失不算太大。你大哥、2哥和2嫂做工去了，咱们把这些病鸡带去后山，找个地方埋了啊！埋了？不让吃糖吗？压身之前都扔家边上的池塘里。嘿，他这事干的真缺德呀！池塘连接的是全村的水源，咱们不干这事啊！咱们要去把病鸡放去后山挖个坑埋了，然后再撒些灶灰消消毒，这才是正经法子。好。哎呦，这不是我的好亲家，
咱们村的福星小乔嘛，怎么连自家的鸡都罩不住了，全死了，还剩一公一母呢。杨婶儿，谁家的鸡没得温呢？你们家这些日子不也还……我赌啊，你那一公一母也撑不了几天。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潘夏别哭，他说的都是假的。我不仅能让那2只鸡活得好好的，我还能让它们长得又快又好。我看你呀，真是飘了，忘记自己是灾星了吧？我要是灾星，那你还是个活阎王呢。你之前把你们家的病鸡全都倒到了池塘里，险些换了全村的鸡。哎呦，大伙儿快来看看呐！哎呦，小乔这妮子不知道天高地厚，说呀能让小鸡仔躲过鸡瘟，还让鸡长得又大又肥。真的假的？又走我的女儿，还把我儿子气得不知跑哪鬼混去，这一招我非得跟你讨。小乔妹子，你敢不敢在这儿立个画饼？6个月后，你的鸡要是出不了栏，你就卷铺盖滚出咱们村，你敢吗？杨婶儿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大嫂，你别立这画饼，鸡死了也不怪你，你可千万不能走。没事，我就今天把画饼给你立在这儿。我不仅用不了6个月，我只用1个半月就能让我的鸡出栏。哎呀，小乔啊，咱可不逞这个能啊！这世上哪有1个半月就出栏的鸡呀？古代自然没有，可我是从现代来的，还带着随身实验室空间。让他逞！我问你，你要是做不到该怎么办？我要是做不到，我就再也不踏足这个村。但我要是做到了，你就去村里的池塘，把你扔进去的病鸡骨头全都给我捞出来，再把池塘边上的杂草也都给我拔了，让大伙能安安心心的用水。怎么样？这个好，有道理。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他还不乐意。你怂了？我觉得小乔妹子说的有理，你都逼走小乔妹子了，她让你下个池塘怎么了？谁让你乱扔病鸡的？池塘水该清的清。行，不过我要给你的鸡做个记号，到时候你别偷偷换。好啊，潘夏，把鸡笼拿过来啊。我这儿刚好有2根红头绳，我这个红头绳可被造火燎过的，独一无二的，大伙瞧好了。你到时候把这头绳在鸡脚上绑个死结，这回可就换不了。畜生随主都是刁钻，大伙儿就瞧好了，他这2只鸡呀，一定活不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走吧。大嫂，池塘那么大，要是真能捞着鸡骨头吗？他能不能捞出来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学会承担责任，自己做的事儿当然得是。那你真的能让鸡1个半月出来吗？走，先埋病鸡去。大嫂，别卖关子了，快给我说说呀！就算你的鸡还活着，吃了这包毒谷子也得没命。大嫂，这都1个月了，咱那2只鸡怎么才长了一点儿啊？要是翻墙来偷看，把我准吓得从墙上掉下去。我正在笑呢。嘘，小声点。我已经让你大哥从镇上买了2只大鸡，来替换那2个小鸡，正在那个棚子里关着呢。看这鸡的体格，再有半个月准能出来。他果然把鸡换了。这只鸡我不杀了，到时候在群子的人面前说戳穿他，让他把脸丢尽。吃好喝好，到时候让那丫头丢尽脸。哎呦，我的屁股！哎呀，谁把狗给折在这儿啊？我跟你们说，今儿韩小乔就得卷铺盖滚出咱们村。这世上哪有1个半月就能出栏的鸡？他明明就是偷偷换了鸡，把咱们当傻子耍呢！不可能吧？1个月怎么能啊？杨婶儿，你看见这鸡脚上的红绳了吗？这可是你亲自系的吧？
我还真是哎，这神儿带点焦黑，就是你当初寄上去的那根。不过这鸡长得怎么那么快呀？比同村足足早了4个月出栏。我还真是啊。是啊，小乔妹子，你咋养的？难不成有什么秘方？呸！啥配方啊？他就是换了鸡，把红绳拆了，换到别的新鸡身上，我才不信邪呢。按理说，咱不能怀疑小乔妹子。是啊，但这1个半月出来的鸡，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真是没见过。是啊，也没见过。就算小乔妹子真换鸡了，她给你赔个礼就得了。她是咱们村的福星，哪能真赶走呢？哪能真赶走？那不行，凭啥到他这儿就含糊啊？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。我要是输了，我还得下池塘，捞骨头跟杂草。啊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大家都听见了啊！你千万别后悔。谁反悔谁是狗。哎，这是要干嘛呀？梁婶，我大嫂没有换鸡。你看这只鸡的左翅膀，还有这个旧伤，是你系绳的时候它啄了你，你生气捏的。对呀，当时我就站在你旁边，还瞅见你捏完鸡，气得直跺脚呢。对，我也可以作证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就是换了鸡。口说无凭，我倒是要问问，你有证据吗？那天晚上我去你家给鸡下毒，我分明听到你跟犬下说有小鸡换大鸡。你竟敢去我家投毒！你可记住了，那天是因为你爬我们家的墙头，我那话是故意说给你听的。我要是不说这事儿，你恐怕不会绝了这下毒的心吧？哎，杨婶儿，投毒这种事你都能干得出来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！一言不合就投毒，以后啊，别来我们家走动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！让他靠近是该死。哎呦，我没有想害人呐，我就是害怕赌输了，我家有事，我先。哎呀！这期知道跟小乔妹子报仇。哎呀，是杨婶儿，别急着起来，您扔的病鸡骨头还在池里呢，正好捞干净。哎，没错，顺便把杂草给清理干净。我们呀也好放心的用水。不过我也是真的挺好奇的，你是怎么做到1个半月就把鸡出栏的？当然是因为现代人养的白羽鸡45天就能出栏，体重能到2公斤，定要让那杨婶开开眼。这瓶基因药水，就连植物人用都能秒变绿巨人，把你俩变成能抗低温的白羽鸡，洒随啦！还有这么多，赶明儿再让圣意给我带一批鸡苗过来，再改良一批吧。当然是因为都是我娘亲教我的，娘，这锅还得您背，对不住了。哦，丈母娘还真是手眼通天，之前教你怎么处理鬼域，现在还教你怎么养鸡。不愧是丈母娘。行了行了，那个这赌啊，就是小乔妹子赢了。这杨婶儿她已经进池塘了，我们也别在这儿站着。哎呀，回家做饭吧啊！走，回家吧。好了。哎呀，看着看着这肥成这样，真不错啊！大伙儿既然都这么稀罕这鸡，我这今天正好有鸡苗，想领的都可以去拿1只走，分文不收。哎，真的吗？小乔妹子，你说真的？这不得鸡温的鸡，1个月就能出栏，你果真白给我们啊？不白给。不白给。我这个鸡苗啊，有一个条件才能给你们。你们每家领回去，等到这个鸡苗可以生蛋的时候，每隔4天都得给我送来1枚蛋。到时候鸡生蛋，蛋生鸡，我们就能早点过上有肉有蛋的日子，早点把日子帮衬着过好。说的真对，咱们就是要互相帮衬着过日子。对，
没错没错，大家条件4天没蛋太值了，我保证给你送蛋，绝不含糊。盛爷，你可真是娶了个望夫望孙的大福星啊！是啊，太有福气了。大家都来领鸡苗啊！都来领鸡苗。好，我来一个。你看这鸡毛啊！这个好啥呢？来，谢谢。这个好，我喝这个我陪着啊。回去啊，可以当宝贝养着。哎，好。什么东西啊？这走。鸡骨头，这可真是自作孽呀！回家吧。还要等着生鸡蛋呢。等等我呀，小乔，这用鸡苗换鸡蛋的法子，我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说。你想啊，我们又不亏，又能增加琳琳对我们之间的这个好感，你是怎么想到的这些啊？不就是充话费、免费领手机、合约金那套？合约鸡？就是你看啊，咱们家鸡棚就这么大，家里就这么几口人，那么多鸡哪养得过来啊？这么一来，既顺水推舟送了人情，又能稳定收蛋，以后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呢，还是另孵鸡苗，都稳赚不赔啊。那确实啊。哦，对了，这2只鸡已经出栏了，一会儿你在家好好休息，我和老二把他们拿镇上去给卖了，然后呢，把钱再给你。啊，不行，不行，折腾了这么久，是该变现了，但是我要让这个时代见证白羽鸡唯一的神仙吃法。要不还是我来吧。你来。大嫂，我也想尝。你这个小馋猫，第一口就给你尝啊！大嫂，这又是用1只鸡和乡亲们的鸡蛋换来的，你就这么全用了？这不都是大嫂自己挣的吗？你心疼什么？哎呀，我没那个意思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进门前不是这样的。你这就嫌弃我了？咱俩要是过不下去了，我可是要跟大嫂过的。你俩秀恩爱的话，边上去，我牙都要酸倒了。你往后站，这油崩到怪疼的。你告诉我这个肯德基是怎么炸的？你说，我来弄。你看啊，把它裹上面糊，然后放进油锅里，千万不要翻面，炸至金黄，立刻就捞出来。汉夏，你再添一把柴。好嘞。等油升温完以后，2次复炸。我也试一下。裹上面糊，然后小心。炸至金黄捞出。来，汉夏，尝一口。来，大家也都尝尝。好了。怎么样？喂，皮好脆，这里还有汁水，比炖鸡香10倍。这皮脆的响，这么脆嫩，白羽鸡就应该炸着吃。这腌料也绝了，这骨头缝里都是。我读的书里从没这样做过鸡，这肯德基一定比镇上县里9司的菜还好吃。大家说的都对啊，乔乔，你也快试试吧。
那个，我们这个鸡啊，是好鸡好料好法子，在县里肯定是没有第二家的，所以我们是不能便宜卖的。我已经盘下了本金，到时候我们直接去县里开一间铺子。那就去县里卖，我和大哥负责采购送货，保证新鲜。我去给大嫂帮厨，我去写招牌。那我就去吆喝，让全县人都知道大嫂的肯德基天下第一好。好，太好了。这回啊，咱们梁家要搞一回大。梁下肯德基来了！哎呀！梁下肯德基来了！肯德基这名一听就想咬一口。要是缩着吃，可不得叫缩的鸡了。怪好玩的，这铺子新开业吧？婶子，给您送个胆子，这胆子可是用我家的鸡毛做的，你看这毛都这么软，鸡肉更别提了。今天炸鸡买2送1，还有免费试吃呢。哎呀，这毛是软哈，那啥时候可以吃啊？马上，保证让你吃的热乎的。小哥哥，送你个鸡毛毽子，喊你爹娘来我家吃炸鸡，外酥里嫩，天下第一。谢谢，大嫂，我一放学就来这里帮忙。我跟老二先去采购一些，稍晚一些就回来。好，我们没事儿，只有盼夏秋收还有我们3个呢，一路平安啊！味道太像了，看着就好。不错不错，我当是什么人？当我张家9四的邻居，原来是这么简陋的铺子，3个女人在这里抛头露面卖炸鸡，丢死人了，丢死人了！我找是张老爷看上了你这张脸，想要你去他的酒肆里卖笑。真是人家陆晨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诸葛亮当年草船借的箭。我炸鸡块怎么了？总比在你们这个酒肆里面卖笑强吧？大伙说是不是啊？就是真不错，自己做生意说什么呢？一说到这儿我就生气，我家男人就是被那酒肆里的小狐狸精给勾搭去了。还有这事儿，之前都不知道。就是啊，这不是眼熟吗？原来是克夫的灾星韩小乔嘛。怎么，克死了男人，现在无处可去了？早知道这个，倒不如到我店里来陪陪我客人喝去，还能挣点钱，免得在这里炸得满身都是烟火。真不如卖笑呢。大嫂才不是灾星，她是整个山下村的祥瑞，是她用鬼域让全村吃饱肚子，还让挨家挨户养上鸡吃上蛋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带大家吃鬼域的韩小乔。前阵子在县城卖鬼域的有4、5家，我买过还凑合，听说都没有你在镇上卖的正宗。我也听说过你，山下村的人都管你叫福星，你的炸鸡一准好吃。谢谢你啊，我这马上就好。荒谬！不管是福星还是灾星，不应敢在我张家对面开酒肆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。韩小乔，你这个烂铺子，不出10天半月，你就得关门。10天半月关门。我倒是好奇，是谁家先关门？我可打听了，是谁家的红烧肉从拳头大小缩成拇指大，价格还涨了3成。是谁家的炒青菜连虫子都没摘干净，是啊，真发还生过这事。敢卖20文钱啊，真发生过呀！20文钱。好香啊！于是好香，这咋这么香啊？真是绝了啊！香罢了，懂什么？我们张家酒肆天天有人排队，生意好得很呐。排队？你说的是你家酒楼门口一上午排3回队的那个老大爷？哎呦，还真是！我早晨路过，还看到那几个大哥大爷在排队。原来是花钱雇的托儿，胡说八道！现在我就撕了你的铺子，现在就撕了你！你撕啊，整天跟鹦鹉似的，把你这把玻璃给砸了！可别糟蹋我这油啊！各位，久等啊！盼下吆喝，梁家肯德基外酥里嫩，汁水丰润，免费试吃，不好吃不要钱。真的假的？什么滋味没尝过？给我一块，来，我也想吃。什么味儿啊？这味道我从来没有吃到过，皮脆的掉渣，肉里还带着汁水，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啊？各位还可以蘸这个吃，这是我大嫂的秘制番茄酱，酸甜紧密。我试试。真好吃啊！绝了！这鸡配这酱，是前所未有的神奇吃法呀！
这多少钱卖的呀8文1块，15文2块，更划得来。买2块可以多赚点番茄酱，这酱是我大嫂用自家番茄熬了一早上，在外面买不到。你算贵，很值啊！给我来2个。我也来2个。使我预料的一般，这家伙心里的人更容易买单。我也来2块，再给我多沾点酱。要我说呀，这女人做买卖就是心细。你看，这又是肉又是酱，哎呦天哪，都想到我们食客前头去了。大婶儿，谢谢您。其实这个开14啊，它不分男女，主要是得讲良心。您看，我不管来多少回，都保证食材绝对新鲜，绝不缺斤少两。哎，我也要来2块，我也要，给我来2块。我也要。来，做完你的啊！我心里有数。你不忙不忙？来。姑娘，干嘛呀？我也买一个。周末做样排了一上午队，张家酒肆就给了10个铜钱，还不管饭，我都饿得肚子都要扁了。太过分了！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哎呀！哎呀，没事吧？你怎么突然来个滑铲？是不是想插队啊？就是。要不咱们避避吧？这会跟他们闹，讨不到好。比什么比？韩小乔，别在这里得意。10天，不3天，我让你这个铺子关门，让你永远没有在这里说话的资格。这张家老爷有县令做靠山，这肯德基还真是要出事儿啊！这官店是小，这人命是大呀！哎呀，是啊，3个女人开个铺子真不容易啊。没事儿，你们大嫂可是大家公认的福星，自有其心必有。来，好香啊！快停，扶我下车！来，拿好，谢谢啊。大嫂让你购买的食材买齐全了吗？检查3遍了，一件不落，咱们回吧。好。奇怪，感觉今日总有人盯着我。县人来报，我那阴战乱流失在外的可怜孙子就在这附近，后脖颈有胎记，错不了。多买点酱啊！我来一份，我也要。好香啊！快停，扶我下车！老夫人，咱们不是要找小公子吗？都丢了22年了，还差这一会儿吗？哎，走。好，谢谢。经过。姑娘，给我来2块，我吃1块，给我孙子带1块。好嘞，那您要番茄酱吗？是我自个熬的，香得很。番茄酱啊，要2块都要。来。这老夫人头发花白，却精神矍铄，慈眉善目，一看就有福气。这姑娘真是漂亮又能干，笑起来跟一朵花似的，一看就有福气。要是能嫁给我那还没找到的孙子，谁在念叨我？怎么了，大哥？没事，走吧。哇，这滋味，这口感怎么这么像肯德基？肯德基？啊，肯德基呀！啊，赶紧的，再给我来2块！哎呀，不，20块！魂传过来3年，没想到还能吃上这口。真想将这仙女回家供着，后半辈子就指她活了。也不知我那孙子能不能配上人家。我也要。哎，对，谢谢啊。我来一个，一天都不能忍了。2份。我也要。你看那铺子火的，去，现在就给我下毒。我去，我这就去。姑娘，再给我来20块炸鸡。20块？哇！稍等，我去裁1块大的油纸啊。我帮你吧。
给你们多加点儿。哎，嘘。哇，卖了这么多，不愧是我媳妇儿。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因为我和老二把货都放到了后铺。你呀，别太累了啊！来，换我来。你呢，去旁边歇着，好不好？嗯。哎，等一下，把头发扎一下。好，我调一下。掉进油锅里脏。你的这个后脑勺可真饱满。营养夫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主上是哪里的？他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我衣服上绣着个圣字。这是她的丈夫。哎呦，天塌了！我的孙子，我的茶几呀！老夫人，您尝尝这锅的。小伙子倒是挺疼人，我孙子真是未必比得上啊。其实给我当孙媳妇也挺好的，我堂堂镇北大将军府，厨房比14都大，东珠耳环、翡翠镯子、云锦、蜀锦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唉，罢了，走，找炸鸡。不，找孙子去。老夫人，太夫人中毒了！中毒了！别动！胆敢谋害已故镇北大将军之母，一品诰命赖夫人，给我拿下！放开我媳妇！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我没有下毒，但是我可以救他，我可以。别动！官爷们，别听他胡说。韩小乔是我们这儿出了名的灾星，曾经克死了3个丈夫。现在想想，是不是真被他克死，还是被他这样下毒害死的？他胡说！这家铺子我们今天新开，只为这口饭吃，怎么可能会对客人下毒？关老爷，我们村旱涝3年，是我媳妇冒着风险带领全村人吃鬼玉度过了难关，而且他还不花1分钱，将鸡苗分给乡亲们，只为让家家户可以吃上有蛋有肉的日子。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下毒啊？他心肠脆软，有说话算数。他说能救老夫人，就一定能救。你拿着这个钱，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吧，找机会离开我爹，不要再受他的委屈。你就叫秋收吧，秋日丰收，苦尽甘来。今日我不光要救老夫人，更要救下我自己。站住！想动他，先踏过我的尸体。还敢再次行凶，谋害镇北大将军亲眷！圣上有旨，残害忠良之亲眷者，先斩后奏。1啊！怎么还不响？都怪我，非要开这什么铺子，连累了你和家人。你早就说过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要砍，我陪着你。斩！斩什么斩？是那茶几姑娘救的我，在这儿蹦得最欢的就是她。哪门上刻满了嫌疑2字，你们倒是抓呀！我对天发誓，不是我投的毒，那你是让管家投的毒。证据确凿。老爷让我上刀，我不敢往西。
都是他逼我的，不要攀咬我！是你逼我的。姑娘，小伙儿，今日多谢了，下次来京城找我玩啊！哎，对了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韩小乔。梁胜义。总感觉太夫人对我格外的亲切。我也觉得。我总觉得这俩孩子跟我十分有缘。走吧，找孙子去。县人查到我孙子名字了吗？叫梁胜义，媳妇儿叫韩小乔。那仙女是我孙媳妇儿。哎呀，我下半辈子都可以吃肯德基了。快，做孙媳妇儿喽！乡亲们，今天梁家肯德基新店开业，加量不加价，外边大门在那排队啊！好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是得好好尝尝。别好吃，进去尝尝。多谢啊，请进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丫头，你家生意呢？这回京面圣1个月了，咋还没回来呀？这还早着呢吧？他才刚刚认祖归宗，还有好多事情要办，好多人要见呢。丫头，你婶是过来人，有些道理是明白的。有些男人一上岸是就斩意中人，那我们就不认他。嗨，我相信你们大哥，你大嫂我本就是岸上最高的峰，无论跟谁过都能过得好。梁胜义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就杀去京城，铡你个王四，铡你个狗粪！媳妇儿，放只让我来铡。余生只愿能与你笑看这四季凄美，偕老长相依。我将随你海角天涯，同心相契，红尘一世再也不分离。眼不将朱上，虽是他乡千万里，我只愿与你相依。